这是发生在村里的一件怪事。每逢雷雨交加的天气，村子里的天坑便会发出怪声，闹得周边村民人心惶惶，村里却无人敢进入探索。接到当地村委邀请，我们决定深入此洞，看看天坑通向何处，怪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我左手边呢，就是国里天坑，这个坑口面积并不大，差不多是25个平方。然后在我手指这个方向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小的黑洞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就是下去解开这个天坑发出怪声的这个谜团，再就是进入天坑深处去寻找这个村民心心念念的水源。不知道这个下面究竟是什么情况，现在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我们下入其中一探究竟。现在向阳伙伴已经去前面了。从地上水流痕迹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小水洞。今天下的毛毛细雨，这个地方还是相当的缺水。哇！在这里发现了一株10大功劳，你们没看见吗？没注意。哇，看到没？好大一株啊！这个10大功劳又叫黄芩呢。空间大不？好小啊！很小啊。进不进得去啊？这个？那你一说小，我就有点害怕。好小，我感觉。哇，真的很小，包都拿不进去啊！嘿。这有被人去个扛子的痕迹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。我靠，那真的感觉好窄啊，很难进啊，进不了的感觉。头转了呢。哇！太难进了，这里好窄啊！哇，好狭窄，好狭窄，太狭窄了，看到没？哇塞！还有风吹出来，这里有狭管效应，应该里面是有很大的洞道的。现在要把这个包给丢进去，然后我准备挑战这个裂缝。哎呀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千万不要模仿。只要我们能进去的，一定能出来。要大家没有充足的探洞经验的话，千万不要模仿。进来了！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！我的去！哎呀，等一下，我来把包提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总算进来了！天呐，这时候洞道变得略宽一点了，有了60-70公分宽。探这种洞的话，这种小水洞一定要枯水期来探，不然的话，在夏天的时候有可能会涨水，那就完了。前面有个小水裂缝，这里有个断崖下去，小断崖。5米多深，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小裂缝，上面是有洞道的。我们从上面先走。哎呀，这里很宽，过来，这里很宽。好，小心这个裂缝这有4-5米深一个裂缝。我们继续前进。哇，好窄。这里宽敞一点，下面也是个竖井，看到没？看一下下面，哇，下面是个小水缝。我们返回，从那个竖井降。从哪里啊？好嘞。这不知道下面能不能连通啊？应该是能连通了，我看到好像是连通了。好，那就从前面那个竖井下。感觉那里可以徒手下。我从这边过来之后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竖井，这里下去4-5米高，这里两边都有台阶，是可以直接下去的。那个下面好像有一个什么蓝色的塑料袋，我分析这边跟那边的断崖是连起来的。我们继续下降。对，连通了，这声音传过来下来之后，这全是这种漂亮的水冲石，然后在这里呢，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石头，看到没？上面有这种纹路
这前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洞道，看到没？也是怪石嶙峋啊。这边没有洞道了，这边是连通的那个天坑底部，果里天坑。传说这里面有果子狸啊，刚刚从这边过来的。哇，这个下面就有水了，看到没？哇，清澈见底的水。然后这边是个裂缝，一直过去的。这个通到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断崖那里，还有水。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野猪的骨头。哦，这个里面还有钩虾，有钩虾，向阳有钩虾，有钩虾。哦，对，这上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断崖，这里空间很大，空间很大。哇，这全都是水中石，一直都是这种狭窄的裂缝。我们继续深入，哇，可以看到这个石壁上面有这个石葡萄，看到没？这个石葡萄呢是长期有这个洞里面非重力水沉积形成的，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哈，所以呢它附着在这个岩壁上面，就会形成这种石葡萄一样的结晶。继续前进，哇，这里好漂亮，全是石葡萄。村民听到雷雨天气的时候，这里面传出轰轰作响，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水撞击这些石葡萄产生的声音呢？这个必须深入内部，找到有流水的地方，才能知晓这个巨响形成的具体原因。我们继续前进，从这里钻过去。水里面好像有蚂蟥，有蚂蟥，那个钩虾，然后那个钩虾旁边是不是蚂蟥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水质，哇，真的有，这个水不干净，向阳这个水不干净，为什么？里面有大蚂蟥，依然是这种水溶型的东西。路道变得很低矮了，我们正在往前走。你往左边还是右边去的？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有水吗？这里也有水啊！快过来，这里也有水。有一点点水，不大。我们看一下左边。竟然在这边，从这边艰难的过来之后，这里有出现了一个潭口，这个潭口不高，2米多高，2米多高，然后洞道是继续往里面去的。现在我们就要越过这个潭口，这个下去容易，上来难。不过我们可以搞人梯战术，试一下吧。下不下？下了，我先拉一下，看能不能把你拉上来。通过这个安全绳索，已经下到了这个断崖底部啊。虽然这个不高，也就2米多，但是必须安全操作，不然待会儿回去就成了问题。哎，这里有个一个小裂缝下去，然后我们继续前进。这是它的主洞道。哇，真的这种洞太少见了，又窄呀，然后又是这种布满了石葡萄，你走的时候它会挂住你。向阳去前面探路，说前面没有了洞道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洞上面也有这种裂缝，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吗？我手触摸的这一块，这个是石灰岩，这边呢是灰质岩，这是典型的一个水溶型次生洞道。它长年累月，这个水啊，在山体的裂缝中侵蚀，就会把这个不太坚硬的这种灰质岩呢，给溶蚀，给冲走。最后这种石灰岩呢，它非常的坚硬啊，它长年累月的呢，就留下来了，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千奇百怪、错落有致这种怪石嶙峋的景象。所以这个裂缝为什么是贯穿了整个洞道，就是这种原因。
这种洞道一般都不会太深，因为它是次生洞道，它这个必须要经过非常久的大水的侵蚀，才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这个洞穴正在发育当中，所以呢，这个里面，没有太多的探索价值，因为好多地方人都进不去。你看那个裂缝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一个脚宽。前面是啥子情况？哎呀，我的天啊！要一直趴着走，那个石头上全部是那石葡萄啊，就感觉那个双手压在上面，痛得要死。到最里面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但是那里就是尽头。哦，连这种我们勉强能够钻进去的小洞道都没有了。哦，这个漂亮吗？这里有一个破锅。哇，看这个石头长得就像一个坛子一样埋在这里，这是典型的水溶留下来的痕迹。这个下面有个洞的，我们要不要下去看一下？伙伴儿上！感觉太深。不深吗？我就是说的这个洞道，我感觉它有点深。下面有水。有水吗？小心有蚂蟥哦。小心啊！这一股，对，还有点深哦。有点深了。往哪边去了？往里面。从刚刚那个小洞口下来，沿着这个水流的方向。下来就已经到底了，但下面还有个小洞口，但是人下不去。那边有个洞道，也能看到底啊，不深。好，现在我们沿在这里爬回去。俺老孙被压在我手上叫500年了。哈，这时候已经从过两天跟到这个小通道里面侧后出来了。猛虎出动，猛虎再出动，猛虎再出动。哎呀，我去，太艰难了，终于出来了。哎呀。这时候咱们就艰难的从这个国里天坑的小洞道里面撤出来了。说实话，探这个洞真的非常的憋屈，里面的空间太过于狭小了。在里面呢找到了一些水源，但是水源里面有蚂蟥啊，这个水质也不怎么样，不适合这个人类饮用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有需要找水的可以联系一下我们，都是免费的、义务的，提供技术支持。好了，拜拜。下期视频再见。黑风洞究竟有多吓人？几十年来，附近村民都不敢靠近半步，是因支洞太多，还是洞内藏有猛兽？黑风洞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崩尖子侧面峡谷，洞内49条支洞宛若迷宫。自上世纪60年代之后，很少有人探索此洞。今天跟随我的镜头去往洞内一探究竟。出发之前，我们要检查所有的装备。这是130米的绳子。现在我们就随着这个乡间小道进入黑风洞。现在位置是处于这个崩尖子脚下，可以看到这里海拔非常的高，海拔是2000多米，然后遍地都是药材，这个就是毒活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出发了。这个黑风洞呢，据当地人说，里面有40-50条支洞啊。去年我来这里的时候，别人说里面是77、49条支洞，然后去年没有那么多装备，所以人手也不全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一行3人，都是专业的探洞队员，然后去这个洞里面一探究竟。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洞探明，因为这个洞传说可以通外省啊，主要难度是非常的大。但是今天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物资，以及在里面露营的装备，还有电筒这些都有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出发。看这个，我刚才走过这里的时候砍路，闻到很大一个味道，然后就发现这里
有很大一窝党参啊。我们继续出发，这个是野生的党参，到时候回来的话，要找的话就把它带上，可能回来也是几天后的事情。随着这个沟一直往下走，就能抵达黑风洞。这里就是黑风洞的洞口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流是正对黑风洞口流进去的。我们现在随着这个河流往前走。我们看了最近的天气预报，这连续7到10天都没有雨，所以现在探洞是最佳时机。就已经抵达了黑风洞口，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还有个建筑啊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那个主洞道就在那个悬崖的正下面，这是干嘛用的？哇塞，这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土坯房，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。这个看起来已经废弃了很多年，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。哇，看这里，备战备荒为人民，这个可以想象应该是搞大集体的时候建起来的房子，但是上面已经没有了这个瓦片以及那些割木。哇，这房子还是4室1厅的，快跟我来！哇，看这里，从这个房子的后门出来，就已经抵达了黑风洞口。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巨大的洞口，这里还有一个板梯上去，这里，天哪，这上面是干嘛的？走，话不多说，上去一探究竟。这里是个死洞道啊，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我们下去走主洞道。看完了这个古建筑，我们这时候就正式进入黑风洞。这黑风洞感觉很冷啊，因为这里海拔本来就高，然后里面还吹出来的有这个白雾，就感觉更冷。继续出发。这里有一条干枯的地下河。然后洞道也是随着这个暗河往里面前进的。因为我们看了最近的天气还比较好，所以呢，才决定探这个洞。这个洞腔非常的大啊，上下可能有20米高的高度，然后一直都是地下河往里面去的。看这个旁边有一个支洞啊，这个支洞感觉也还是非常的深。我们先搞主洞道，前面已经有流水声了，说明那些渗透的水从前面流出来了。这个还有很多从外面河里面冲进来的木头。这边有一个洞道，哎，那边好像有人为的工事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哦，我猜的没错，这里真的有人为的工事。这边啊，像是一个锅，这是正儿八经的灶啊。这是个灶，古灶。然后这个灶应该是烧水用的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洞道，有一股清水，这个水非常的干净。这个里面呢，这是一个削坑。哇塞，那还有个什么东西，像是个木制品，这是个削坑，削坑滤出来的水然后就在这个锅里面烧，取消用的。这个洞道不去探索，我们继续探索主洞道。走到这里呢，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竖井啊，这个竖井并不高，可能是一个5、6米的高度。我们接下来下这个竖井。去下面一探究竟。再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走这个洞道的两边，如果万一是有水进来的话，两边的话它是比较安全的啊。这个洞道里面，你看那个上面有泥渍的这种地方，一般是没有水冲刷过来的。这个石头上面非常的光滑了，就说明经常有水洗刷它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。明显以前有人走过。
这边洞道也是非常的宽阔，下面是这个竖井。下面是个竖井啊。是个大潭。所以深道下面是一个很深的水。这里爬上来能够看到洞口的光，这里已经进来了200-300米。然后这里分成了好几个洞道，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干洞道前进。这里又分成了几个洞道，上面一个洞道分成了2个，下面一个洞道分成了无数个。那边圆圆的一个，这中间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应该跟那个是连起来的啊。下面那个洞道应该就是最深的一个洞道。先走这边，因为那下面有个奇怪的声音，想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有人标的有记啊，有个箭头。哇塞，来到这边又是好多洞道，那里1分为2，这上面1分为3。老人说这里面一共有7749条支洞。我们要沿途打标记了，不然出来的话很难找。小心一点啊！他们从另外一个支洞过来，跟我汇合了啊。这里面必须要用油漆做记号，支洞太多了。在这里来做记号，这里分成了10个支洞。这边又有个支洞，很幽深，很远。这时候他们已经下来了，跟我汇合了啊。但是这个前面又分成了很多洞道，不下10个支洞。老人说这个洞里面有7749个支洞。来到这里我是信了啊，很多支洞必须要做记号，这个不做标记的话很难找出去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个下面这个洞道里面，听着有些奇怪的声音，可能是水流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个洞里面支洞特别的多，老是有朋友问我们怎么记得回去的路啊，实际上就是做标记，这个是诀窍，就是在这个岔洞的时候做一个标记，就是你出去的标记，反方向的箭头。比如说我从这里过去的，我就打一个往回的箭头，我们到时候循着这个箭头就可以找出去啊。这边支洞已经发现了有10来个了，据说这个洞里面的支洞有49个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出发。哇，这里又是3个支洞，看这里有多少支洞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个位置有8个支洞。每10来米做一个箭头。这个下面的水有个奇怪的声音，看，咕咕咕的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下暗河这里啊，又迂回到了这个河边。这个前面又分成了2条大支洞。天上像星云密布一样，这个洞穴里面灰尘很大，所以雾蒙蒙的。走这里要非常的小心了啊！哎呀，慢一点啊！这个奇怪的声音就是从这个下面发出来的，它是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漩涡发出的声音。继续前进。这个暗河到这里就已经变得干涸了，那边又出现了2个支洞，这边洞道非常的干燥，有很多灰尘。哇塞，这里好大一个小坑，这个还有上面掉下来的落石砸到这个小坑里面的。这边又分成了3、4个支洞，看这里有个小坑啊，然后这里有灶台。但这个灶台是连起来的，有4个。
应该很多的消土就是弄到这里来提炼的。这一排灶可以看到是烧了很长时间，那个土已经变成了红色。2001年，向明什么第2次探洞，一无所有，写了这么几个字。但是他们还没有看到前面。我们给它盖过去。又是6、7个洞道，然后这里有非常大的一个小坑，这个小坑还没填满，所以它那一排灶。这里有一个大灶台。大灶台吗？非常完整。好的。这还是个双灶。做好记号，做好记号，不要太激动了。那这个灶跟传统的灶不太一样，它是下面是直接可以放很长的柴火进去的。我在想，这里要是背柴火进来的话，那非常难啊。来看顶上。哦。使用了很久。对，这里已经熏得非常的黑了。这里有造星土啊。你知道这个造星土可以干嘛用吗？这边分成了2个洞道啊。上面有乱石，下面的路要平坦一点，而且靠近水源。靠近水源的一般不会缺氧，所以我们先走下面。我们刚才是从这边下来的，我这时候呢是处于一个小坑的这个取消水的地方，但是这里必须要做记号，因为这里又分成了3条支洞。这个下面呢是地下河，然后右边呢它是相对平坦的一个洞道往里面延伸的。这边洞道又很宽啊。但是也是很多乱石。这边出来了几个小坑是连在一起的，然后这旁边还有走道，这边又是一个小坑。这个小坑看起来保存的非常的完整，这还可以从这个旁边的痕迹来看，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用的工具是钉耙，因为这个有钉耙齿痕。这个上面还有洞道吗？很深的洞道。好，继续前进。这时候我们清点一下装备，然后换一下电池，因为进来了5、6个小时了。第一发的电池已经全部用完了。这时候呢，清点一下，然后吃一点压缩饼干。这个袋子我们是会带出去的啊，不会在里面丢垃圾。然后稍作调整，继续出发。探洞的话，一定要带到充足的电池。像我们这种18650的，这个带了10板，这个26650的这个电池带了8板，电筒带了10支，这样可以在洞里面待几天都没有关系。这像个水池子一样。这小坑好大呀，这个直径有3米多。哇塞，看这个，全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。然后这边洞道还非常的深，也是全部都是乱石。做个记号，在这里。继续往里面前进，这边全部都是这个乱石，然后中间有人走出来的一条通道。哇塞，这边已经是死洞道了，下面的空间虽然很大，但是也是一个死洞道。已经探明了，这里是死洞道。这个洞道我们就基本上探明了，走到这里往下了是古人挖过削土的痕迹，然后右边呢是一个死洞道，我们这时候再去探其他的洞道啊。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进入其他洞道一探究竟。好了，拜拜，请关注下集，不要走开，不要走开，拜拜。